在以色列全境，现在一直有神发声。现在他们在加萨，以色列哥兰尼旅有一个25人的单位，他们的工作是在军中最困难的，任务内容就是进入敌人的地下隧道，救出人质。以色列的军人与其他军队不同，执行任务的时候，长官会冲锋陷阵，所以在这次任务中，这25人中的6人当中，有指挥官就率先进入了一个通往地下隧道房子，并进入通道，其他的人则在房子四周戒备。就在这6人小组进入隧道的15分钟后，外面的部队开始尝试与6人组联系，然而通信却无法作用，于是他们判断可能隧道内的同袍可能已经被敌人给抓住了，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，我们该进去吗？还是我们要保持待在隧道之外？他们并没有回复我们的通信，我们似乎应该要进去援救他们，所以最后他们决定留下4到5人在外，其他的人都进入了隧道，并且进入的人比起可能会有一场正面枪战交火。就在他们进入隧道时，通道前有一个入口，然后有一位留着长胡子的犹太拉比站在入口旁，于是军人询问拉比，你在加萨做什么？你在这房子里做什么？于是这个拉比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必须现在立刻离开这个房子，否则会有许多的孤儿与寡妇，你们必须立刻离开。于是小队长回复说，我们不能现在离开，我们必须进入隧道，才能找到我们的同伴。拉比再次回复，不，你们不能进入隧道，你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，现在。旁边的一位军人说，你不了解情况，里面有我们的指挥官，没有他我们不会离开。于是这个拉比就挡在入口处，军人就说，拉比，抱歉，我们必须要请你让开。于是伸手要推开拉比，然而他的手却穿过拉比的身体，好像他不存在一样。然后所有正在现场的人，他们都不敢相信，他们都在想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事？这个人是谁？是什么情况？所有的人都很震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指挥官从里面出来了，可能是隧道太深入，导致讯号问题而无法通讯，我们并不清楚。然而他们出来的时候，那位拉比仍然站在那里。于是指挥官也质问，为什么这里有一位拉比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而指挥官尝试去推开他，让他让出道路时，指挥官竟然穿过了拉比，6个人都穿过了这个正在跟他们说话的拉比天使。然后这个天使转过身来告诉他们，我现在正在恳求你们，你们必须立刻离开这个房子。他们全部都极为震惊，有一些相关内容我不会在这边说出来，以免你不相信这个故事。然而这位天使说话的时候，就好像有火焰从他的口中喷出。天使说，现在离开。于是他们通通跑出了房子，然后房子就立刻产生大爆炸，爆炸威力冲到天空中，在场的人都见证看见天使，整个单位的人都在说这件事情，有人们甚至认为他们疯了。然而这些人说，天使救了他们的性命。另一个神，一个年轻的军人，他几个月前入伍，只为了跟他兄弟在一起。他们在 Lebanon 遭遇枪击，于是他们奔跑，想进入一个房子躲避。然而当他们靠近门口的时候，有一位身穿黑衣的老妇人坐在门口，她看起来像是个阿拉伯妇人。就在他们靠近时，这个老妇人转过身来告诉他们，这不是你们要躲避的房子，这里是一个死亡陷阱。他们看着这个老妇人，想说也许这个老妇人只是坐在那，为了要设计陷害我们。但这个军人说，当我们仔细看这妇人时，就立刻明白这妇人并不是阿拉伯妇人。我们看见了她的脸庞几秒钟，她的脸看起来很圣洁神圣。这个妇人说，听我说的，不要进入这个房子。于是军人跑到另一个角落，当他们一转身，这个妇人消失了，并且房子当场发生了大爆炸。这样的事情就在他们彼此间传开，并且发现一样的事情在各个单位都发生了。
这同一位妇人在事情发生后的10分钟，在20英里远的地方，其他人也看见他，并且他也阻止其他单位军人进入死亡陷阱。告诉你们这个故事，要让你们知道，这场战争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。他说，天上也在战争，并且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。2500个敌人的飞弹不但没有攻击到以色列，反而毁击到加萨。我们要超越这样的眼光，知道这一切是谁做主。上帝要再来，愿神保守我们的心。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不停地在发生。当听到战争开始，我弟弟穿上军靴就回到以色列，要与以色列同战力。所以前一阵子台湾有发最后撤离，弟弟妹妹都选择留下，因为有一位上帝比这个世界更大，无论什么的情况，我们都可以依靠。所以我们心里没有害怕，无论面对任何的处境，我们能做的最有功效的，也是以色列最需要的，就是向以色列的神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祷告，的名叫耶和华。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进入战场，许多条件已经满足，日子真的近了，神要再来。